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继续带你们看文艺丧尸片《复生》第3集。吉伦被丢下了车，他本来跟着大部队进森林巡逻，只因劝别人上交狂暴丧尸，就被比尔孤立，要一个人徒步走回诺顿村。里克不敢帮他说话，回家后想缓和父子关系，结果被劈头盖脸一顿骂。那边菲利普和艾米看对了眼，两人在艾米家滚床单。事后菲利普后悔不迭，生怕和丧尸乱搞被发现，自己会丢了理事会工作，暗示艾米别对外宣扬。艾米是个豪爽女孩，与菲利普闹得不欢而散。没想到菲利普提裤子离开时，恰好和上门送热心的妈妈雪莉碰上，两人都有事瞒着对方，尽管气氛不对劲，却没出什么事儿。不过迪恩那边有事了，他被丧尸咬了一口，虽然还没变异，其他人却不放心，找个理由骗他进篮球场，二话不说将人锁里面隔离。这时走了一夜路的吉伦刚回到诺顿村，他路过村里唯一一家超市，想起那些闪回的吃人记忆，壮着胆子进去故地重游，果然想起了当时扒人脑的场景。进食时他还听到枪声，居然是妹妹小杰过来救人。兄妹俩一个是专杀丧尸的人类志愿军，一个是没有意识的狂暴丧尸，就那么血腥的不期而遇了，冲击力大的可以想象。以至于吉伦回到家，妹妹条件反射举枪相对，吉伦承认自己确实杀了人，现在他愿意付出一切弥补错误，但妹妹其实比他更有负罪感，当年她没能对吉伦下杀手，眼睁睁看着闺蜜成为食物。事后面临闺蜜父母询问，她撒谎说没子弹了，更无法告知闺蜜遇害真相。吉伦让她别揽责自愧，他会去找那姑娘的父母，尽力抚平活人的伤痛。小杰也跟着去了。当兄妹俩庆幸当时没开枪，比尔还在给里克洗脑，让他杀死吉伦，留名青史。里克顺着父亲的话答应了，转头借着出去买烟的机会打电话通知吉伦快点逃跑。可惜电话没能接通，他只能先留言再做打算。比尔哪知道儿子通风报信，在家里兴奋地电话牧师，声称要把里克带进他们的圈子，要牧师在教堂发表一通振奋人心的演讲。正说着话，妻子过来打断了。原来菲利普接到政府提案，要标记半死症患者居住的房子。菲利普刚刷了一半油漆，但看比尔怒气冲冲拿枪威胁，连忙撒丫子离开。教堂祷告仪式快开始了，吉伦兄妹掐着点拦住了闺蜜父母。这对父母还在发寻人启事，不过当得知孩子被吉伦袭击，两人没表现出悲伤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当年吉伦在没有接受治疗的状况下咬人，说明那孩子被感染成丧尸了，即便成了行尸走肉，也有被救治的可能。何况吉伦昨晚救下2只狂暴丧尸，这让巡逻队在遇到丧尸时不会射杀，他们的女儿就有机会回来。但这场复生是现实的，只有在复生爆发前1年死去的人才能回来，爆发后死亡的人无法复活。闺蜜父母不相信，电视里演的不都是被咬后就成丧尸了吗？吉伦想纠正他们的想法，但又不愿抹杀两人的希望，只好说一切皆有可能。诺顿村不止他们这样想，其他人也认为被丧尸咬就会被感染，因此对待迪恩都没好脸色。不久后，牧师在教堂痛斥丧尸恶行，给在座的乌合之众洗脑。祷告结束，牧师拉住了比尔，神秘兮兮地表示，完成对第1代复生者的判决，第2轮复生就会到来。这次回来的将是真善美的大好人。比尔自认身负重任，准备带里克大干一场。村里除了比尔这位狂热分子，还有一个叫加里的，也对丧尸深恶痛绝。他接手菲利普的标记工作，轮到艾米家里，见这女孩孤身一人，态度嚣张，丝毫没有身为丧尸的愧疚，偷偷闯入屋内施暴。艾米受不了眼下生活，收拾行李去车站等车，她要离开诺顿村。回来的吉伦刚好看见了，过去打招呼，问他情况。艾米说她要去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，是不死先知创立的公社，那里都是半死症患者。艾米劝吉伦一起走，但吉伦还挂念里克，只能给对方一个拥抱，送人离开。不过村里还是有想和半死症患者共处的人，是那些仍然爱着他们的家人。在雪莉的组织下，这些人坐到一起交流伤痛，他们内心尽管恐惧丧尸，为了生活都在努力装平静，也都为亲人的归来高兴。尤其是里克的母亲，她一直生活在丈夫比尔的阴影下，这次想为了里克变得坚强。可是比尔却没放过儿子，他训练里克，要求对方约吉伦出来时下杀手。里克这时还在听父亲的话，但他内心却很难过。
等训练结束，一个人跑卫生间独处，接着做了此生最大胆的事，擦掉脸上的伪装，露出真正的面目去见比尔。看到一个脸色惨白的丧尸走过来，还对着自己说不想伤害吉伦，比尔的心态顿时崩溃了。但表面上他没发作，还软声细语抱住了可怜的儿子，接下来肯定没好事儿。在小杰取下巡逻队的照片与护照，打算摒弃过往开始新生活时，比尔却爬到阁楼拿李克的遗照，并把车库门上的半死症患者标记涂了，这说明李克已经死了。相比于比尔的残忍，第一集中丧失妻子被杀的老肯就要善良多了。他没有痛恨杀人帮凶迪恩，在村里其他人疏远迪恩时，老肯还愿意帮着孩子买午饭。这时小杰找到了家里的电话，听到李克那通让吉伦快跑的留言，连忙去车站找吉伦，岂料那里没有哥哥的身影。吉伦站在一座桥上发呆，比尔的车刚好和他擦肩而过，明显是抛尸结束回家。比尔的妻子也到了家，没看到儿子便询问丈夫，却得到已经5年没看到李克的答案。妻子看着墙上重新摆出来的遗照，没搞明白丈夫的意思，李克的尸体到底在哪儿呢？镜头马上给出来了，放在吉伦家的车库门口。吉伦一回来，直接看到猎人的尸体，心里悲痛欲绝，拔下尸体脑后凶器，意欲为猎人报仇。吉伦生来逆来顺受，现在都是豁出去的胆子，跟比尔说话浑身都在颤抖，但也搞清楚了比尔杀人的原因，是想等第2次复生，儿子能再次归来，到时候李克不再是个皮囊，而是具有高洁灵魂的真正的李克。这是给深度洗脑了啊！比尔和吉伦吵得不可开交，得知实情的妻子在旁边陷入疯狂，抄家伙攻击比尔，嚷着你杀了我们的孩子。比尔一听如梦初醒，明白自己可能被忽悠了，懵懵懂懂走了出去。哪知老肯在外面等候多时，一枪送走这位杀死自己妻子的罪人，比尔就这么下线了。心灰意冷的吉伦去了森林洞穴，却不知家里人都在找他。这里是吉伦和李克的秘密基地，两人曾在此私定终身。他缅怀过往时，忽然听到脚步声，原来是母亲找了过来。面对情绪低落的孩子，母亲表示就算他变成金鱼也会爱他，而且家里还有他爸在等他。缺爱的孩子被说动了，不再有轻生的想法，回到家和家人道歉。原本沉默寡言的老父亲终于情绪爆发了一次，哭着骂吉伦不顾家人感受。不过这家人打是疼骂是爱，可比李克一家要正常多了。不久后，诺顿村为比尔父子举行葬礼，他们的死与其说是时代悲剧，不如说是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导致的。复生第1季的故事到此结束啦，装进棺材埋入地下的他们会再次复生吗？吉伦将来的生活是否会一帆风顺？吉米投奔的不死公社又会是什么类型的组织？后续我还会讲解复生第2季，想知道剧情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。